久不见了。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模特，居然要告我强奸。我要不是喝多了，这种货色，我连看也不看他一眼。黄律师，你一定要帮我打赢这场官司，要不然那些女人以为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骗钱。也就是说，你跟那位小姐，不是在你情我愿的情况下发生了性行为咯？她不想跟我上床，就不会让我请她喝酒啊。Mr. Sim， 你既然犯了法，就应该去认罪。啊？我那个小舅子跟我说，他说黄律师你经验老道，找你准没错。我就奇怪，那么厉害，那为什么律师楼的规模还是那么小？看来我终于明白了。你说的没错啊，像你那么有钱的顾客，很少会找上门来，会找上门来的，都不是件好事。好，见了你那么近哦，不用谈了。那祝你好运。还是别乱喝酒，免得不受控制。你好，我是一名律师，我叫何子源。我刚才听到你们的对话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偷听我们讲话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不能也不会说出去，因为这是律师跟客户的保密协议。你这么肯定我会雇佣你？我保证会帮你打赢这场官司。只要你一字不漏的把真相告诉我，我一定能打赢。Very nice, beautiful, marvelous， 很好，再来一张。大家休息一下。谢谢。你是谁？找我有什么事？我是 Mr. Jerry Sim 的代表律师，你可以叫我何律师，方便聊一下吗？有什么好聊的？你的 Sim 觉得你对他有一点误会，我是来解开误会的。误会？他强奸了我，有什么好误会的？我一定要他坐牢。你爱上怕喝酒，喜欢跟异性玩在一起，因为职业的关系，偶尔会出席一些富商的饭局。几个月前，你脚踏两船，结果跟2个男朋友分手了。我说的这些都没错吧？这是我的私事，跟你没关系。在你控告我当时的那瞬间，这些已经不是你的私事了。在法庭上，你可能会面对更多这样的指控，这一回只不过是冰山一角。那你要怎样？其实那天晚上你也是喝醉了酒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记得，这很合理的。只要你帮助我的当事人，他会给你一笔钱，让你出国重新开始。这笔钱足够让你在国外过着很舒适的生活。要是我不愿意呢？那就法庭上见。我们有的是时间跟金钱跟你耗，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，你都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继续过正常的生活。你是聪明人，应该懂得衡量利弊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想到要去哪里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他真的强奸了我，你知道吗？见你不在，我这个进来了。找我什么事？距我们上次见面到现在，应该有2年了吧？那时候你帮我打赢那场官司，顺理成章的进入 TYF 工作。是啊，要不是你让我打赢那场官司，我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说话。那也要我肯给你机会啊，要不然你连 TYF 的大门都跨不进吧？何律师，我不是一张入门票，进去之后撕烂就什么都不是。打了几次电话给你，你都不接，看来人真的不能红哦，一红就忘本。
你这么忙，该不是来这里找我叙旧吧？方律师没告诉你吗？我有个 case 要你帮忙。有人想告我散播艾滋病，那个烂货都不知道谁传给谁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 social media 社交网站你们之间有没有金钱交易？有。他是个 Sugar Baby， 你以为他多清白？你验了，确实得了艾滋病。嗯，他也验了吗？何律师，你干嘛浪费时间不问重点？是你跟我说的，要告诉你实情，你才能打赢，不是吗？是，我的确是想传给他，因为我这个病，就是像她这种烂女人传给我，我只是想还给他们的爱人。这些女人不干不净的还敢出来闹，我就是要他们这次结果。不可能我一个人去死吧？你说对吗？有一句话说得好，毒了了，不如众了了。我想我是毒，毒爱爱不如众爱爱，让世间更可爱。当一种感觉在你心里超载了，它还不经意的露出，一滴一滴形成了涟漪，罪恶感也是如此。我已经叫 Mr. Sim 先回去了，要不要喝杯东西啊？其实不用这样麻烦的。喝茶是一门学问，要用正确的方式来喝茶。茶叶和水的比例要刚刚好，茶不能太浓，太浓的茶喝下去容易伤肠胃。茶也不能太烫，太烫的茶喝下去容易伤胃壁，还有消化道。
还有，喝茶也不能空腹，空腹喝茶容易伤胃。你吃早餐了吗？是谁教你的？师傅整天喝茶呢。TY 是因为我才去自首的。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，你觉得他会心甘情愿的去自首吗？怎么，我现在觉得好像是你比较想要去认罪。我身上的确背负着很多的罪。谁不是呢？TY 啊，我帮你找到你30年前的帮友花姐了，她答应为你作证。她说案发当晚呢，你在半夜收到一通电话，之后就出门了，1个小时后就回来。1个小时的时间，你根本是不可能开车到大头山去犯案的。已经30年前的事了，花姐应该是记错了。没有，花姐说她记得很清楚，她还说你晚上很少出门的。我自己的事我最清楚。TY，只要花姐能帮你作证，你这场官司肯定还有机会的。就算花姐约定出庭作证，我也会说花姐她记错了。为什么？我好不容易才帮你找到一个时间证人呢。我已经说我认罪了，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，我只希望法官尽快做出裁决。TY，你知不知道你失势后，以前跟在你后面的那班徒弟啊，就连你最相信的朱伟，他都对你的事情一概不理啊。现在除了我，没有人肯帮你了。他们只是照着我的意思去做。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你以为牢饭很好吃吗？我知道你现在等于接过了一个烫手山芋，可是很抱歉，我还是忠于自己的选择。你的选择是坐牢，然后就把 TYF 一起拖下水。TYF 也是你一生的心血啊，你舍得把它给毁了吗？我不希望你能明白。你说啊，你不说我怎么会明白呢？我知道你很为难，也很心急，但是想想，要是我不在了，你不是更有理由跟方正德争取合伙人的位置吗？我输了你这场官司，我还拿什么筹码跟方正德谈呢？筹码又不止我一个，你一定找得到的。Auntie Alex，顾旺达是怎么死的？他是病死的。他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怎么可以就这样病死？你相信地狱的存在吗？如果你相信，他现在一定在地狱里，必须永远受苦。这样想，心里舒服一点了吧？如果没有地狱，也没有天堂，他就只是消失了呢？那就由你来惩罚他。你要用你以后的人生来证明他没有打败你。你过得越好，这个人就越失败。Auntie Alex， 你以前真的当过警察吗？怎么，我不像警察吗？你在帮我妈咪找凶手，对吗？啊，你妈咪来了，我先走。
咪，其实你可以不用来的。我知道你工作一定很累。怎么了？我不配当你妈咪。我一直以为，只要是对的理由就没关系。其实是我太自私了。欢迎光临，请问想买什么花？哦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束花是不是在你们店里买的？是啊。啊，哎，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查查是谁买的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有人在 stalk 我侄女，我想找出那个人，我要去警告他。我侄女才16岁，我担心万一她发生什么事，她的人生就完蛋了。你能不能帮帮我啊？好吧，那你等一下，我去找订单。啊，好，哎，谢谢你啊，哎，谢谢你啊。哎呀。你相信地狱的存在吗？如果你相信，他一定在地狱里，必须永远受苦。这样想，你心里舒服点了吧？小姐，小姐，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有没有找到？找到了，可是这位顾客是用现金付款的。哦。那能不能让我查查看你们的 CCTV？ 不好意思，我们店里没有装 CCTV。哦，那没关系，谢谢你啊。妈咪，那时候我扯掉郭往达身上的一个别针，不知道还有没有用。爹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。宝贝，关你的事，是在地不好，但你们要好好的保护你。Daddy， 电梯里的那个男人是谁？我可以报警抓他吗？对了，女儿，你有没有留下那天的衣服？还是有任何证据？你再想想。只有一个别针，有用吗？别针。还是我再去一次？
把他们引出来。你在说什么？那你别乱来，我不会让你再冒险。啊！这又不是第一次给他们。嘘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Daddy 不会让你再受到伤害了，啊！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这帮人付出代价，一定会。你很痛吧？不会，我们的女儿更痛。德信，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出来的。无论背负多少罪，我也要跟他们同归于尽。我女儿醒了，我已经知道杀死凯瑟的人是谁了。为什么保护一个死去的人？顾问达值得你为他这么做吗？你知道他对我女儿做了什么事情吗？由始至终，我想保护的人只有少芬一个。一开始我只想逼你说出真相，我没想到你可以为了罗少芬做得这么彻底。你为了凯瑟也做得很彻底，不是吗？那天你说的很对，少芬对我，就像凯瑟对你，他们在我们心里是一样的重要。那你应该知道，为了凯瑟，我可以不顾一切，就算成为千古罪人，我也无所谓。什么意思？你答应过我，只要罗少芬安全，你就会把真相说出来。既然你出尔反尔，那就不要怪我狠心了。我知道你生气，可是少芬的死刚是无辜的。既然你肯把你知道的说出来，我以凯瑟的名义向你保证，绝不会伤害他们一分一毫。顾万达强奸了我女儿，旺达强奸了你的女儿，真的是他？会不会是你搞错了？你不相信我？不是不相信你，其实虽然旺达不是什么光明磊落的人，但再怎么样也不至于。再说永轩跟他女儿差不了几岁。别说了，薛谢见认出他了，你为什么还帮他说话？你别激动，先让我查一下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倒要问你想干什么？你想统治顾旺达？我是要找人调查一下。找谁呀？你身边的人有谁跟顾万集团是没有关系的？你现在是不相信我？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了？我是知道你不知道。你们是同学，有业务来往，你叫我怎么相信？你们根本就是同流合污。你是我所带出来的徒弟，这么多年的师徒情，你是这样看我的吗？师父，你说过，袖手旁观是人性。可是这件事，我不是局外人啊，我是你徒弟啊！你不帮我没关系，我会自己找证据。凯
凯森，凯森。是不是你派人杀了凯森？你在说什么？我为什么要杀他？你还装？我太了解你了，顾旺达，你为了自保可以做出任何的事。喂，我已经照你说的放过他女儿了，我也没有把照片传出去啊。可是你知道凯森不会放过你，所以你才奸笑走围墙的，对不对？他只有我一个仇家吗？当律师的最不缺的就是敌人。你应该很清楚啊，警察也说了，他们家可能是进贼了。求财的会做出这么残暴的事？现在的贼很猖狂啊！顾旺达，我们几十年的交情，难道比不上这件小事？小事，凯森长死了，人都死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要报警。帮他讨回公道。难道你忘了，我当年可以帮你解决问题，现在也可以毁了你？不怕坐牢？我知道你不怕，其他的人呢？那个女的也不怕。凯森不死，出事的人就是我。如果我有事，你也会麻烦。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啊。我明天就会离开新加坡，以后只要有你在的地方，就不会有我。真的是顾旺达下的命令？应该是。顾旺达已经死了。怎么可以死呢？那顾旺达派来的杀手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这么说不是为了顾旺达，是为了凯森。如果你也发生什么事的话，我真的会没脸面对他。再说，他凶手可能死了。甚至已经远走高飞。总之，你再吵下去对你没有好处的。你说是为了凯森才保住我的命？那我告诉你，在凯森和有乐被杀那天晚上，我早就已经死了。我现在保住这条命，就是为了查出真相，为我家人讨回公道。找不出这个人，我这辈子没办法往下走，一辈子带着对家人的愧疚，苟延残喘的活下去，直到我呼吸停止的那一天。Circus， 凶手可能在 Circus 里面。Circus 是什么？那是一个地下组织，里面的会员非富则贵，他们有凶猛的资源，无论什么非法的事、见不得光的事，只要能赚钱，他们都敢做。你是怎么知道凶手在里面？因为顾旺达也是 Circus 的成员。那他们的首脑是谁？具体细节我不清楚，或许方正的会知道更多。他也是 Circus 的人？不知道，我怀疑 TYF 也有几个人加入 Circus， 但我不能肯定。
Sim 来了，跟我到会议室。杰儿，何律师是我们的金牌律师，从来没有打不赢的官司。那只要他一接手，你可以放100个心。可是何律师的表情看起来好像不太愿意啊。是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不会忘记你当年做过的事。是吗？可是那天谈到一半，你还突然跑出去。那天我身体不舒服，真不好意思。你该不会开庭开到一半也不舒服跑掉吧？当然不会。杰儿，你绝对可以放心。除了何律师，我还安排一位高级律师来帮你。哦，黄律师，有一个案子需要你跟何律师联手了。朱律师，又见面啦。Mr. Sim， 你们认识啊？是啊，就是那天朱律师跟我说何律师不舒服，要我先回去的。朱律师也是我们公司的王牌，只要他们2个联手，你的案子啊，10拿9稳，啊不，是10拿10稳，肯定赢。好啊，你们2个一起帮我打官司，就算输了也找不到借口了。就是这个女人，帮我解决她。外出1天300，可以陪吃饭，可以陪看电影，可以牵手，可以拥抱，亲嘴另加200。上床？我是不陪睡的。先牵手，那我出2倍的价钱。不行，我就是不陪睡。3倍。要是你那么坚持，就拉倒。有钱也不赚了。有钱就很了不起吗？你们这些臭男人真的是有够恶心的。他应该不是那种会随意散播艾滋病的人。这场案件完全没有胜算。连谋杀案上诉你都能赢，这样的 case 对你来说易如反掌。我看应该是你不想赢吧。听说何子渊的女儿醒，那又怎么样？是不是应该采取行动呢？我父亲的烂摊子，我不想收了。我反而比较担心你们最近接的案子，传播艾滋病，社会问题，这种案子你们也敢接？不管什么人，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。客户委托我们，又付得起律师费，没有理由不接的。明白。那我就直说了。Sim 最近在跟我们抢几个生产项目，而我们的主要商业合约是由 TYF 负责。你懂怎么权衡吗？国王，你放心好了，Sim 的案子跟你们集团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。所以你们这次派哪个律师打这场官司啊？他指定了何律师。何律师，他女儿才刚醒，应该很难投入这场官司吧？我也指派了朱律师从旁协助。看来你们真的很重视这场官司啊。但是我认为呢，双剑合璧
也有可能失手的时候。你说是不是啊 ？TYF 是知名律师楼，失手的可能性不大。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让你刚一接手 TYF 就失去一个大客户呢？现在 TYF 少了 TY， 以后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。被告虽然是自卫杀人，但有鉴于他自首认罪，本庭宣判：被告杨涛误杀罪名成立，被判入狱5年；弃尸罪名成立，被判入狱3年，2项刑期同时进行。我一个人孤军作战已经尽力了，如果多2个人帮我的话 ，TY 可能就不用坐牢了。苏律师辛苦了，2位也辛苦了啊。虽然 TY 还是入狱了，但是2项刑期一起进行，只判了5年，算是赢了。为了犒劳大家这阵子的努力，我请大家吃顿饭吧。我上个洗手间。我也去。观察到什么？你一直看着方律师，难道你暗恋他？你没看我，怎么知道我在看他？你暗恋我？风啊风，恭喜你啊 ！TY 现在不在了 ，TYF 就是你的天下。还有，我现在会把我全部的精神放在梁总的离婚诉讼案上，我很有信心他。不用了，我已经交给赵律师处理了。为什么？这个 case 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啊！还有啊，为新进律师进行培训的项目，我已经交给胡律师了。每年都是我主持啊，为什么今年会？是不是因为 TY 的 case？ 你也知道，这个案子我是不可能赢的。就算你赢了，结果也是一样的。啊，对了 ，TY 不在，只有委屈你接受我的决定了。 你认得这枚别针吗？这别针的主人杀了我老公跟儿子。那你应该交给警方啊。不认得就算了。苏律师，我说了，请你进来前。何子元刚刚拿了一枚别针给我看。什么别针？ 一枚印有“西”字眼的别针，我以前看你戴过。他说，
这枚别针的主人害死了她老公和儿子。他是怎么拿到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如果他知道这枚别针的主人是谁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呢？也没什么，只是再过几天就是股东大会了，那也应该会推选合伙人吧？那如果在这之前，我跟何子元说，真没想到苏律师还懂得讨价还价。这世上的筹码又不止一个。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先想想怎么跟股东们说吧。我先出去。你看这个人，你见过他吗？他是谁？2年前伤害你的那个男人，有没有可能是他？你为什么会这么问？不是说是顾问打了吗？我知道，我只想排除一些可能性。他也不是那个带你去酒店的人。他是个年轻人，不是跟 Auntie Alex 做过拼图了吗？我只想确定，没事，没事的。妈咪，你为什么怀疑他？我只是问问。他也是 TYF 的人吗？跟上次来的律师一样。你说周律师？嗯。他有没有嫌你？应该没有。喂，张老先生，你看谁来了？张先生，好久不见了，你还认得我吗？何律师，护士说你有重要事情跟我说，什么事啊？对哦，我是有事要求你，何律师，你能不能帮我保护阿辉啊？为什么要保护阿辉？有人一直要打阿辉，我很担心他。阿辉没事，不用担心。阿辉一直说是我的幻觉，可是我真的记得有人要打他。他穿黑衣，戴着面罩，